一点资讯，官方播报，截至今日6时，全球累计确诊3761万1341例，现存确诊846万6470例。中国以外今日新增确诊30万3189例，累计确诊3752万029例，累计死亡107万5196例。国内现存确诊313例，现存疑似9例，累计确诊9万1312例，累计死亡4746例。海外网10月11日电，澳大利亚政府日前表示，一名冲浪者在澳大利亚西南部海岸遭鲨鱼袭击后失踪，警方仅找到了他的冲浪板，涉事海岸已被关闭。在澳大利亚海岸，类似案件今年已发生了至少6起。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这名男子于9日早上在澳大利亚州南部海港城市埃斯佩兰斯的海岸边冲浪，但被卷入一场鲨鱼袭击中。警方在一份声明中称，男子的冲浪板已找到，但人下落不明。袭击发生后不久，有人报告说在涉事海滩发现鲨鱼，具体品种不明。涉事海滩已被关闭，警方正在相关海域展开搜救行动，并部署了大量船只协助救援。澎湃新闻消息，青岛市卫健委网站10月11日上午发布消息，2020年10月11日，青岛市新增3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无症状感染者，其中2例系医院在对普通就诊患者进行核酸检测时发现，1例系在对排查出的密切接触者进行及时核酸检测时发现。澎湃新闻注意到，11日上午，青岛市发布新增3例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的消息之后，国内多地相继发布提醒，如非必要，近期不要前往青岛市。与山东一海之隔的东北多地也发布通知，提醒居民关注青岛疫情。不止北方城市，南方部分城市也发布了提示信息，提醒市民关注青岛疫情状况。观察者网消息，10月10日凌晨，朝鲜在平壤举行阅兵式。据朝鲜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录像，朝鲜本次阅兵展示了最新型洲际弹道导弹，外形尺寸比朝鲜此前公开的火星15洲际导弹更大。这是自2018年金正恩与包括特朗普在内的国际领导人会晤以来，朝鲜首次在阅兵式上展示新型洲际弹道导弹，立即引起了西方媒体和美方的关注。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10日回应路透社表示，朝鲜展示新型洲际弹道导弹令人失望。前美国负责朝鲜情报官员马库斯·加劳斯卡斯称，如果火星15能搭载超大核弹头打击美国任何地方，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这种更大的导弹能携带什么？一点资讯，官方播报，据国家卫健委消息，截至今日6时，现存确诊病例413例，现存疑似病例9例，现存重症病例0例，累计确诊病例9万1312例，治愈病例8万6153例，死亡病例4746例。环球网国际消息，中新网10月11日电，韩国11日通报新冠确诊病例累计2万4606例。当天，韩国国务总理丁世均主持召开会议，决定将全国范围内实施的社交距离限制措施级别下调至第1阶段。不过，首都圈地区和疫情风险较高的公共设施将继续适用部分2级防控措施。环球网军事消息，据美国海军时报10日报道，美国海军作战部长麦克吉尔迪上将在9月底给美海军舰队的一封信中说，今年已有190多艘美国海军舰艇遭遇新冠肺炎疫情。美国海军方面承认，大量新冠无症状者仍在美军舰上执勤，且不知道自己已感染新冠病毒。环球网国际消息，中国正在全球经济复苏中取胜。11黄金周刚过，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当地时间10日以此为题，将目光聚焦于正从新冠疫情中复苏的中国经济。当世界大部分地区都在努力防止新冠病例阻碍脆弱的经济从衰退中复苏时，中国经济再次迈开步伐，并将在今年年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影响力。CNN 开头说道，据世界银行今夏的预测，中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今年预计增长 1.6%， 与此同时，全球经济将整体收缩 5.2%。
文中还援引中国文化和旅游部数据称，在刚刚过去的黄金周假期，超6.3亿人次出行，这一数字约是去年同期出游人数的80%。与此同时，中国旅游支出恢复至去年水平的近70%，达700亿美元。黄金周期间，中国电影票房也超5.8亿美元，仅比去年的纪录高点低12%。甚至在节前，中国经济就已在加速增长。CNN 说，相比预期中中国以外的全球供应链变化，至少目前来看，中国成功摆脱了新冠疫情，保持住了工厂运营，这加强了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作用。海外网10月11日电，据美国国会山报报道，当地时间10月10日晚间，白宫医生发布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健康状况的最新简报称，特朗普不具新冠病毒传播风险。白宫医生肖恩·康利在简报中写道：“今晚我很高兴向大家报告，特朗普除了符合可以结束隔离的标准之外，检测结果显示，按照目前公认的标准，特朗普也不被认为对他人具有病毒传播的风险。”但该简报并未说明特朗普的最新新冠病毒检测是否为阴性。一点科技消息，北京时间10月11日晚间消息，据百度官方微博消息，即日起，百度自动驾驶出租车服务在北京全面开放。北京的朋友们可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海淀区、顺义区的数十个自动驾驶出租车站点，无需预约，直接下单免费试乘自动驾驶出租车服务。一点资讯，官方播报，环球网国际消息，澳大利亚一项最新研究显示，新冠病毒可在钞票、玻璃等表面存活近1个月。据美国彭博社11日报道，澳大利亚疾病预防中心的科学家表示，新冠病毒非常顽固，可以在室温或20摄氏度的光滑表面上存活28天，例如手机屏幕和塑料钞票上。相比之下，普通流感病毒生存期为17天。该研究强调了纸币、触摸屏设备以及提手和扶手对传播病毒的风险。这项研究也发现，新冠病毒在较凉的天气中存活时间更长，因此病毒在冬季可能比夏季更难控制。该中心副主任伊格斯称，结果表明新冠病毒可以长时间在表面上保持传染性，因此我们必须定期洗手，维持表面清洁的良好习惯。环球网国际消息，据俄塔社援引沙特阿拉伯电视台10日的报道，俄罗斯和埃及两国海军将在黑海举行联合军演。报道还援引一名埃及军事专家的话称，考虑到此次军演的时间和地点，军演向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传递出特定信号，可被视为对某些国家破坏地区稳定企图的回应，尤其是东地中海地区。此前，在8日，俄罗斯黑海舰队新闻办公室也发布消息说，俄埃两国海军将在黑海举行名为2020友谊之桥的联合军演。2015年，俄埃海军曾在地中海举行2015友谊之桥联合军演。环球网国际消息，海外网10月11日电，据俄罗斯莫斯科时报11日报道，俄罗斯新增13634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为疫情开始以来的单日最大增幅，累计确诊1298718例，新增新冠肺炎死亡病例143例，累计死亡22597例。海外网10月11日电，当地时间10日，2架小型飞机在法国中西部地区上空相撞后坠入居民区，2架飞机上的5人全部遇难。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 10日报道，事发地点位于法国城市图尔西南方向的空域，其中一架较小的飞机在撞击后坠毁在洛什镇一处房屋附近，机上的2人确认死亡。一名目击者称，飞机在坠落到地面后发生了剧烈的燃烧。另外一架较大的飞机在约100米外坠毁，机上载有3人，同样确认死亡。当地政府官员称，镇上居民未出现伤亡。环球网国际消息，中新网10月11日电，据英国卫报报道，澳大利亚一位渔民无意间在一处珊瑚礁发现了一枚重达45公斤的未爆弹，并随即向相关部门上报了这一事件。之后，这一未爆弹被澳大利亚军方人员移入深海之中。据报道，澳国防人员表示，该未爆弹可能对公众构成重大风险。9月25日，
阿德莱德号上的海军潜水员小心翼翼地将这枚未爆弹移入了深海，将其抛入了550米深的海域中。这一深度非常安全，它永远不会被冲回礁石上。一名官员表示，在那里不允许进行深海捕鱼或拖网捕鱼，该未爆炸弹药回到地面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一点资讯官方播报。红星新闻消息，10月12日早上，经过多支救援队的持续搜救，因救坠江女子而失联的四川苍溪民警李雨田被打捞上岸，不幸因公殉职。据苍溪县公安局通报，8日下午3时许，民警李雨田、欧浩等人在出警过程中跳入嘉陵江对坠江女子施救，因江水湍急，李雨田与坠江女子被冲走，坠江女子后被打捞上岸，已无生命体征，民警李雨田失踪，目前相关情况正在调查之中。一点财经速报，10月12日消息，截至今日开盘，沪指报3287.33点，涨0.47%；深成指报13386.34点，涨0.73%；创指报2702.16点，涨1.09%。从盘面上看，数字货币板块活跃，盘面上几乎所有板块飘红。深圳国资改革概念股全线走强，领涨两市。此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此外，数字货币概念、华为概念、光伏概念、粤港澳大湾区概念、区块链、新能源汽车等板块也涨幅居前。中信证券认为，外围不确定性逐渐落地，国内确定性不断提高，基本面复苏将驱动增量资金入场，推动 A 股10月突围，开启一轮中期慢涨。据环球网消息，在10月12日外交部记者会上，环球时报环球网记者提问，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克拉夫特日前在推特转发其在联合国大会第3委员会一般性辩论中的发言材料称，美严重关切以新冠肺炎大流行为由对本国公民和公民社会进行无端镇压，并举例称中国医生严立梦因试图就武汉聚集性感染情况向世界发出警告而受到训诫后死于新冠病毒，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我要告诉你的是，严立梦还活着，可是被他说死了。赵立坚在回应相关问题时首先纠正，美方提到的应该是李文亮医生，他是优秀的共产党员，被授予烈士称号。美方有关发言连基本的人名事实都没有弄清楚就信口开河，充分暴露了美方有关人士的无知和不负责任。澎湃新闻消息，澎湃新闻记者10月11日从陈绍坤将军亲友处获悉，开国少将、原沈阳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原冶金工业部部长陈绍坤于10月10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海外网10月11日电，据美国福克斯新闻报道，星期五10月9日早上，在美国黄石镇的主要间歇泉所在盆地附近，一名3岁的孩子掉入黄石国家公园的热泉之一，并被严重烫伤。该公园的负责人表示，孩子从小路上跑下来，不小心滑倒，然后掉进了一个小的热泉。该孩童随即被送往爱达荷州东部地区医院的烧伤中心。据了解，烧伤主要位于孩子的下半身和背部。黄石公园相关负责人报告称，仅5个月前就发生过类似事故，一名老者在拍照时不慎掉入一处间歇泉，而当时黄石禁止游客进入，以应对疫情传播。环球网国际消息，据美国圣路易斯邮报9日消息，韦伯斯特大学孔子学院中方代表刘强当地时间周二6日在被警方与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搜查其住所后死亡。报道说，该校发言人里克·洛克威尔周五9日在一份电子邮件中表示，校方于周三7日从警方处得知刘死亡的消息。据报道，自2019年1月以来，刘强一直担任北京语言大学在该孔子学院的代表。根据韦伯斯特大学孔子学院官网介绍，该孔子学院由韦伯斯特大学与北京语言大学合作创建。圣路易斯邮报报道称，北京语言大学的管理人员并未立即回复9日请求置评的有关电子邮件。一点资讯官方播报，
青岛发布消息，2020年10月11日，我市发现3例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后，立即组织开展大规模的流调排查和分类检测，将密切接触者和市胸科医院相关人员作为高风险人群进行重点监测，共排查到密切接触者和市胸科医院所有在院患者及陪护人员377人，其中新增核酸检测结果阳性9人，包括8名市胸科医院在院患者及陪护人员，1名患者家属。经专家组判定，其中4例为确诊病例，5例为无症状感染者。截至10月11日23时，我市共发现6例确诊病例，其中2例为此前发布的无症状感染者江某某、女韩某某转归，6例无症状感染者。到目前发现的所有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均与市胸科医院高度关联。一点资讯，官方播报。环球网国际消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当地时间11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欢迎中国加入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欧盟与中国目标一致，多边主义是让疫苗惠及全球所有地方，让所有有需要的人都获得疫苗的关键。我们期待着与中国和其他伙伴就此携手合作。澎湃时事消息，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的背景下，山东青岛疫情近日加剧。澎湃新闻梳理发现，9月24日，青岛市在对青岛港大港公司进口冷链产品装卸工人进行定期例行检测时，发现2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无症状感染者。10月11日，青岛市又发现3例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2020年国庆中秋8天长假期间，青岛市共接待游客总人数447.58万人次，实现游客消费46.45亿元，按可比口径分别下降40.92%、50.21%。同时，青岛官方发布称，全市各文旅经营场所和举办的文化旅游活动平稳开展，未发生无序聚集和疫情防控隐患。截至10月9日24时，青岛市现有1例境外输入病例（英国输入）在定点医院接受隔离治疗，现有5例无症状感染者菲律宾输入，本地2例在定点医疗机构隔离观察治疗，另有纳入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36人。平稳度过了双节，谁都未能想到青岛市胸科医院中枪。截至10月11日23时，青岛市共发现6例确诊病例，其中2例为此前发布的无症状感染者转归，6例无症状感染者。到目前发现的所有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均与市胸科医院高度关联。另外，青岛市已排查密切接触者的密切接触者76人，已出结果34人，均为阴性；一般接触者810人，已出结果485人，均为阴性。排查全市医疗机构工作人员、新住院患者和陪护人员143893人，全部完成采样，已出结果114862人，全部为阴性。海外网10月11日电，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美国全国范围内幼犬售价的总涨价幅度高达50%。这种对具有血统证明的幼犬的抢购热潮，始于居家隔离带来的孤独感。据纽约邮报报道，受疫情影响，大部分人开始在家办公或学习，而长期居家缺少社交带来的孤独感，引起了人们对毛茸茸伙伴的需求增加。这种需求的不断增加，也造成了假期的供应短缺。按照传统，假期正是饲养员和宠物商店一年中最繁忙的时候。一点资讯，官方播报。环球网国际消息，本月初，来自美国和英国几所高校的流行病学家联合起草了一份名为《大巴林顿宣言》的公开信，呼吁采取群体免疫疗法来应对新冠疫情。据称，目前全球已有超过 1.5 万名科学家和医学人士签名，但英国媒体近日却发现，这些所谓的签名专家中有不少滥竽充数之人。英国卫报9日报道称，有签名者自称住在你妈妈大学，还有人恶搞英国首相约翰逊的高级顾问多米尼克·康明斯的名字，署名康米尼克·多明斯。签名者中还有超过100名治疗师，其专业领域包括按摩、催眠，甚至是呼麦等。
大巴林顿宣言引发高度关注，他呼吁放宽封锁措施，让大多数人回归正常生活。签名者包括来自牛津大学等知名高校的专家，但该宣言的网站也允许任何人在提供电子邮箱等信息后，将名字添加到签名行列中。现在尚不清楚宣言签名中有多少假专家，但该宣言所得出的结论已遭到许多科学家的批判。环球网消息，近年来，台独分裂势力为阻挠两岸交流、抗拒祖国统一，频繁在境内外串联反华势力，针对大陆地区开展间谍活动。为打击台独分裂势力的嚣张气焰，国家安全机关于近期开展迅雷2020专项行动，破获涉嫌资助港独、刺探情报、挑拨中国与其他国家外交关系等行为的一系列重大案件。2019年9月，国台办发言人透露，台湾人李梦居因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被依法审查。该消息一度被境外反华媒体炒作成失联送终。近日，环球时报记者从国家安全机关了解到李梦居案的来龙去脉。李梦居除商人身份外，还是台独组织台湾联合国协进会的理事。他曾于去年8月赴香港执行所谓反送中加油行动，并潜入深圳打探部队集结情况，拍摄大量视频图片，向台独组织发送报告。广东省国家安全厅干警指出，李梦居的行为并非个案，是台独势力干预香港事务的典型案例。环球网军事消息，在粤东某演训场，南部战区海军某电子对抗旅近日展开实兵电子对抗演练，官兵们将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转为实战运用，与对手进行干扰与反干扰对抗，检验多项战法。电子对抗是以电磁波为武器，使敌方通讯瘫痪、雷达致盲，被称为无形战场的无声较量。据环球网消息，据路透社消息，泰国中部当地时间11日发生一起大巴与火车相撞的事故，造成至少20人死亡，30人受伤。报道称，事故发生在当天上午8时许，曼谷以东约63千米的一个火车站附近。事发时，一辆载有约60人的大巴在穿越铁轨时被一辆货运火车撞上。一点资讯，官方播报。环球网国际消息，据路透社11日报道，加拿大10日发表声明称，加拿大驻华大使鲍达明已经分别对在中国被捕的2名加拿大人康明凯和迈克尔进行视频探视。加拿大外交部称，这是今年1月以来首次获得对康明凯和迈克尔的探视机会。有猜测认为，正在全球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可能是加方被获准使用视频探视方式的原因。环球网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0日，日本冲绳县知事玉城丹尼与到访的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加藤胜信举行会谈，双方围绕美军普天间基地搬迁一事展开讨论。不过，会谈中双方各执己见，不肯让步，分歧仍难弥合。对于冲绳县美军普天间基地的搬迁问题，冲绳民众一直反对县内搬迁方案，要求彻底关闭普天间基地或将基地迁至县外。但10日当天到访冲绳县的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加藤胜信则坚持称，要将普天间基地搬迁至冲绳县的边野古地区，并要求冲绳县方面予以配合，这也遭到了冲绳县知事玉城丹尼的反对。一点资讯，官方播报。澎湃新闻消息，据闪电新闻消息，10月11日晚，济南市委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运行工作领导小组召开视频调度会议，对疫情防控工作进行紧急部署，就聚焦重点人群、重点场所进行重点防控，抓紧抓实常态化疫情防控，坚决防止疫情反弹，提出明确要求。一是加强重点人群管理，2是做好重点人群摸排，3是糖酒会观展实行限流制度，4是强化重点场所疫情防控，5是住院病人倡导实行无陪护制度。一点资讯，官方播报。环球网消息，看来我现在免疫了。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周日在接受福克斯电视采访时作出上述表示。此外，特朗普还表示，他已不再携带新冠病毒，并且没有传播病毒的风险。
据报道，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电视采访时说：“我通过了最高标准的检测，而且我身体状况很好，看来我现在应该免疫了，我可以走出地下室了。”报道称，特朗普表示准备在周一重返竞选集会，并宣称病毒检测表明他可以重返竞选，并且不会给他人带来风险。此外，路透社报道还提到，特朗普的医生曾在周六说，总统没有传播风险，但并没有说明他的新冠病毒测试结果是否呈阴性。一点资讯，官方播报，参考消息报道。据法新社华盛顿消息，由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组成的五眼情报联盟，当地时间11日要求科技公司在加密的应用程序中插入后门，让其执法机构获得所谓监控网络犯罪的权限。报道称，我国的最高司法官员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各国政府和国际机构越来越一致认为必须采取行动。声明称，尽管加密至关重要，隐私和网络安全必须得到保护，但这不应该以完全阻止执法部门对网上非法内容和活动采取行动为代价。报道指出，与五眼组织进行情报合作的印度和日本也在声明中表示支持。一点资讯，官方播报。界面新闻消息，联合早报10月12日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没有提供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宣称自己已对新冠病毒产生免疫力，不会把病毒传染给任何人，并准备恢复举行竞选活动。据路透社报道，特朗普星期天11日接受福克斯新闻访问时说：“我通过了符合最高标准的检测，我的身体现在处于最佳状态。”特朗普当天也在推特上说，白宫医生昨天给了我全部过关的体检报告，这表示我不会被感染，也不会传染病毒给人，真是好消息。推特对特朗普这则推文加注了免责声明，指其针对新冠大流行的信息具有误导性。推特发言人说，特朗普这则推文的互动量将会大幅受限。环球网国际消息，鲁莽让很多人处于危险之中。刚正式复工，特朗普就受到不少质疑。这些批评声有他的政治劲敌，有医学领域专家，还有不少网友。当地时间10月10日，特朗普在白宫出席公众活动，并发表法律与秩序的主题演讲。特朗普在不戴口罩的情况下，在白宫宣布：“我现在感觉很好。”这也是自上周特朗普感染新冠病毒以来，他在白宫的首场公开活动。政客新闻网说，特朗普发表讲话的时间比往常短得多，仅不到17分钟。复工后的特朗普还计划于下周一12日晚在佛罗里达州举行竞选集会。值得注意的是，就特朗普上述活动，白宫曾发出2000份邀请，但10日当天出现在现场的只有几百人。白宫至今尚未透露特朗普新冠检测是否以及何时转阴，但据彭博社消息，白宫医生康利当地时间10日的一份最新声明中称，特朗普已不再被认为有给他人传播新冠病毒的风险，符合安全终止隔离的标准。社交媒体上，特朗普复工的言行也招来批评。讽刺的是，这次集会是非法的。我的天哪！在他得了新冠之后，就没了防疫措施，你无法弥补。看来这届政府是来故意传播病毒的。所以，这是在华盛顿发生的另一起超级传播事件，干得漂亮，总统先生。甚至有人借他此次演讲主题“法律与秩序”讽刺称，特朗普违反了法律。一点资讯，官方播报。齐鲁晚报消息，青岛市报告新增3例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后，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提出要求，作出部署，调度指导，推进疫情处置工作。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要求，要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高度重视，迅即处置，采取最严密、最周全、最高效的措施，从严、从细、从实、从快做好流调、排查、检测、风控、隔离、收治等相关工作。要调集全省流调和检测方面的机动力量，极富青岛提供支持，坚决打赢、打好阻击战、攻坚战。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全面落实好常态化防控措施，扎实做好秋冬季疫情防控各项工作，巩固好来之不易的疫情防控成果。
环球网国际消息，据伊朗多家媒体当地时间11日报道，伊朗副总统兼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阿里·阿克巴尔·萨里希确诊感染新冠病毒。伊朗原子能组织发言人表示，目前萨里希本人健康状况良好，正在遵循医嘱居家隔离治疗。一点资讯，官方播报，环球网国际消息，在梳理 1.2 万多页美国政府文件，并采访当地居民、老兵和研究人员后，英国记者乔恩·米切尔在将于12日出版的新书《毒害太平洋》中披露美军在太平洋制造严重污染的事实。据英国卫报10日报道，该书透露，美军数十年来在其控制的太平洋各岛造成严重污染，污染源包括放射性废料、神经性毒剂和橙色落叶剂等化学武器。书中披露的一个案例显示，驻关岛美军士兵福斯特被命令将橙色落叶剂与柴油混在一起，喷在基地周边，以阻止植物生长。随后，福斯特皮肤发炎，后来又患上帕金森综合症和缺血性心脏病。他的女儿也患上癌症，外孙出生时长了12个手指和脚趾，还有心脏杂音。而美国政府却一直在掩盖污染的事实，还曾多次试图阻止米切尔出书。一点资讯，官方播报，环球网国际消息，吉尔吉斯斯坦议会10日举行会议，批准任命前议员扎帕罗夫担任总理。及首都警备司令部11日宣布，目前比什凯克局势稳定。经过数天动荡，吉尔吉斯斯坦政坛似乎看到了恢复平静的希望。不过，有俄罗斯专家认为，目前其局势仍具有爆炸性。一点体育消息，北京时间10月12日讯，湖人与热火展开总决赛第6场的较量。此役，卡鲁索顶替霍华德出任首发，德拉季奇则带伤复出替补登场。上半场，湖人手感火热，隆多5投全中，詹姆斯和浓眉哥已轮番杀伤内线得手，多点开花的湖人早早就取得领先。反观热火则状态糟糕，第二节更是仅得到16分，半场以36-64落后28分。一边再战，热火加强对内线的冲击，阿德巴约在篮下频频得手，但是热火其他人并未能提供火力支援，而詹姆斯和浓眉则率队稳扎稳打，继续多点开花。湖人一直掌控着场上局面，没有给热火留下任何翻盘希望。最终，湖人以106-93轻取热火，总比分4-2夺得2019-20赛季 NBA 总冠军。